面谈谈你们的爱情吧。让他说吧。让他说吧，一个个来，都要说。行，那就我说。其实我和苏晨，我们俩的爱情很简单。我们俩那会儿都是刚毕业，然后刚进杂志社里，都属于这个杂志社里的小资辈。可能是因为我们俩都属于那种心气儿比较高的人吧，所以我们俩在一块儿经常是暗地里较劲儿，但是我们也经常彼此鼓励，也算是惺惺相惜吧。那么你们是一见钟情吧？这个问题我问你。他跟我说，他从见到我的第一面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我了。我听说你和这篇文章中的二女儿有过交往，外面有传说你们是恋人关系。我问这个问题，你介不介意？其实这也没什么好介意的。是，我和他以前的确有过交往，不过我们俩之间只能算是那种比较要好的朋友。那个时候不懂，觉得这可能就叫爱情。其实现在想起来，根本就不懂。那么你们俩初恋了？可以这么说吧。恭喜我们的新主任走马上任了。我这次升迁啊，完全是沾了你那个当高官的父亲的光。哦，我倒认为是沾了你初恋情人的光吧。要不是那篇稿子，你能有这么大的名气吗？什么初恋情人啊？我的初恋情人不是你吗？镜头前装，在这儿还装啊？喂。喂。喂。陆海帆，你跟我说说你的初恋好不好？跟我说说你初吻的味道，是不是很好？嫌不懂啊，是不懂。现在你懂了吗？你懂了没有？你他妈不是个东西，你他妈的恶心，恶心！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苏成，我有个采访，很重要，我现在就得过去一下。满眼都是虚伪欺骗，满耳都是无耻的谎言。那种书上写的纯真的爱情，到底还有没有呢？我的周围充斥着功利之徒，一个是我的生父，一个是我的初恋。我为他们一人出卖了一次，这就是生活对我的馈赠。复活中的那个聂赫留朵夫尚有一份忏悔之心，可他们俩永远都不会有。一个人与其在这么一个虚伪肮脏的世界中活着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干嘛要这样？啊？就因为看电视里的节目？
电视上的话都不能当真的。你怎么还天真的像个女大学生一样？你给我走！什么是真的？你跟我说什么是真的？月，你别这样好吗？什么是真的？月，你跟我说句真话呀！你跟我说句真话好不好？你想听什么？我说。我就问你一句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爱过没有？你有没有爱过我？爱过，我爱过你，而且我到现在还在爱着你，真的。苏城呢？他是怎么回事？你的初恋是怎么回事？是我和他在一块儿，从来就没有过真爱的感觉。就算在跟他接吻的时候，我想的都是你。恶心！你恶心！妈妈，你尽管骂，你想让我怎么样都行。我只求你答应我，你别再对自己这样了，好吗？我真的是没办法，我需要成功，我需要过人上人的日子，哪怕只在成功的巅峰待1秒钟，然后再摔下来，我也愿意。海帆，真的很可怕。我是很可怕，可是我求你，你放过我，你放过我好吗？好吗？再也不这样，再也不这样。月，别喝了。月，这酒里面是什么呀？救救我！快点！驾！救我！鱼，怎么坐这儿啊？你怎么了？啊？鱼，大叔哥，大叔哥在这儿呢。我要走了。走？你要走哪儿去啊？啊？我走之后，
你要好好的照顾我姐，她挺不容易的。宇欢、宇乐他们回来之后，你跟他们说，让他们在家好好待着，别离开这个家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啊？跟大叔哥说，是不是出事儿了？啊？是不是出事儿了？来不及了。什么来不及了？他死了。谁死了？你跟我说谁死了？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说谁死了？雨月，你跟我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谁死了？龙海帆。龙海帆死了。雨月，活着呢有气儿，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快点啊！罗海帆，醒醒！罗海帆，你醒醒！罗海帆，这里是我们是110报警中心的，这里有名男子来电话，他说有人要杀他。不是，他还活着呢。警察同志，怎么样？这名男子受重伤，需要送医院急救。好，把他们铐起来，带走。带走！不能带他，这事儿都是我干的，跟他没有关系。这9里药都是我出的，没事的，说清楚就没事。雨月，别胡说了。雨月，别害怕，大树哥陪着你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啊。我知道，肯定是那小子又欺负你了，要不然你不会这样。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本案的被告方出了一些状况。第2被告孙雨月被抓进了看守所，所以本案要推迟审理。但是如果您要坚持的话，我们可以申请缺席审判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他被抓进看守所了？他因为什么被抓进去的？应该是和文章的作者龙海帆起了争执，所以一怒之下就下了毒手。下了毒手？他下的什么毒手？好像是酒里下的药。还好那个姓龙的命大，送到医院给救活了。这几张报纸上都有你的报道，回头你把这些跟那份材料放在一起交给律师。哦，你先放着。哎，这事儿现在怎么样了？怎么这2天也没个动静啊？这事儿您就不管了好不好啊？这事儿我怎么能不管呢？这是关系到你的前途，还有咱们家名誉的大事，你说我能不管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因为那个雨月也要成为被告，所以你就心软了呀？哎呦，思思，您就不要再来烦我好不好？我已经够乱的了。哎，你再这么搞，这官司我就不打了，好不好？哈，你吓唬谁啊？你以为打这官司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你自己？你准备了半天，你又不打，这不是给人落下画饼吗？这只能说明你自己心虚。别以为这是在家哈，在家我可以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是到了外头，你要是因为这事儿下来了，你就再也翻不了身。翻不了身就翻不了身，我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位子上坐着呢？我为什么非要往上升呢？谁爱干谁去干啊！你今天怎么了？你这人有毛病是不是？郑主任，哎，您家有个亲戚来找您，我让他在您的办公室等着。亲戚？什么亲戚？你好，郑主任，你就是我们家亲戚？是这样，我跟雨月的姐姐快结婚了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坐，哎，坐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，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帮上忙的，我一定帮助你。雨月让公安局给拘留了，这事儿您知道？我知道。那您能不能帮帮雨月啊？雨月要是再不放出来，我怕她会崩溃的。我今天来就是来求您，您看能不能帮帮她？我已经到公安局打听了她的情况。
雨月在后来的陈述中说，是龙海帆喝错了酒，但龙海帆并没有承认这一点。龙海帆的证词对雨月非常的不利，再加上雨月在事发现场当着公安的面又说了许多对自己不利的话，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很难办。甄主任，我知道您关系多，熟人也多，像您这样地位的人，上下级也一定不少。您只要真的想帮于越，您肯定能想出办法来。我帮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。海帆呐，我可跟你说啊，在这个事情上，你对他的态度就直接表明了你对我的态度。你要是还想袒护他的话，那我也绝对轻饶不了你的。来，吃片橘子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昨天晚上我在美国的大伯打过电话来，他说只要咱们俩一领了结婚证，马上就可以到纽约去学传媒了。怎么样？咱们的纽约梦就快实现了。吃瓣橘子吧。华妃，我叫郑俊，现在想见你。啊，您来了！哎，谢，坐。身体感觉怎么样？差点没命，这只眼睛有可能会失明。我很为你感到难过。是吗？谢谢你啊。说句实话，今天你来看我，我觉得挺奇怪的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你不可能是因为关心我而来，因为你一直很反感我。你是为了孙雨月来的。孙雨月现在又是你的被告，你不觉得这一切太矛盾、太荒唐了？这是两回事。我今天来确实是为孙雨月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的供词，警方现在正准备以谋杀未遂罪来起诉孙雨月。如果罪名成立的话，雨月将会在监狱待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他这一辈子就会完了。我想，你自己也不愿意看到这一幕，是吧？当然。那好，那你就去帮助他。现在只有你能够帮助他。我怎么帮他？你应该向警方去证明，月并没有想故意的去伤害你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想让我去改证词，去做伪证？到底什么是伪证？我想你心里是清楚的。好，就算他当时没有想谋害我的意思，可是他也太绝情了。他明明看见我把那瓶酒喝完了，当时他完全可以救我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他一个人就跑了。要不然我的眼睛会成这样吗？啊！我这个眼睛要瞎了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你应该清楚，你对他做过什么，他才会这样对你呢？更何况，当时他是完全被吓傻了呀。苏成他不会答应的，他已经对我说了，如果这次我袒护孙雨月，他不会轻饶我的。他这个人，我相信是说得出做得到。可悲呀，太可悲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有抱负的男人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很容易为了自己的前途和事业背叛自己的爱情，但是他要这样做的结果，就会让他终生受罚。这种罪恶感会随着岁月的流失、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强烈。
我最近一直在回忆自己的过去，思索自己的人生。我会感到越来越迷茫，我感到我做错了好多的事情，可是想悔都来不及了。小龙啊，可是你还来得及啊！你让我怎么相信？你说的都是真心话。你要我怎么来让你相信呢？有一个办法，你撤诉。非但如此，你还要向媒体袒露真相，承认你和孙雨月的父女关系，来表达你的忏悔。这个你能做到吗？这对你来说很难，是吗？刚泡的茶，这么晚了还喝浓茶，不想睡觉了？明天不是还有重要的活动吗？早点休息。我睡觉去。先去吧。郑先生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您的个人问题。前阵子您对《新生江》杂志提出起诉，现在进展的如何？是否正式开庭？您能否给我们透露一下内部的详情呢？好，关于这件事情，我给大家说几句啊。有关这个官司，我准备撤诉。您能说一下内部原因吗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文章中所写的关于我的内容都是事实。您能否说一下里面的详情呢？你为什么选择今天说出真相？如果你所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么是什么让你有勇气今天说出来呢？因为长久以来，在我内心的忏悔和内疚。好了，再见。你怎么没安静点？不安静！来点安静！你当着记者的面这么说，这是对你自己的讽刺，也是对咱们家的讽刺。不是你好，爸爸和妈妈没有在吵架，在探讨一些问题，好吗？乖孩子，你先回去睡觉，好吗？盖好被子啊，听话。哎呦，好，关好门啊，盖好被子啊。你吵什么呀？这孩子都是，你看看你。我们谈一谈好不好？我不跟你谈，咱们也没什么好谈的，我们离婚。你安静一点好吗？别吵着小孩好吗？你这么疼他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你少装了你，少在这儿演戏。我没有跟你演戏。尽管我已经知道了依依不是我的亲骨肉，但是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跟他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已经建立了很深的感情。思思，我同意跟你离婚，但是我会把依依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来看待的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？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我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深深体会到，在这个世界上值得追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，但是最值得珍惜的
是人的真情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当着这么多记者的面坦白自己的原因。如果我今天这样做伤害到了你，请你原谅。但是我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。我已经50出头了，我再不把自己找回来，就没有机会了。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神经病！受委屈了吧？啊？月，老师，我回去了，你也早点下班吧。过来就哎，落子无悔，这。于远哪里撞到没有？于远撞到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撞着没有？撞到没有？啊，要不要去医院啊？有没有伤哪儿啊？伤哪儿？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啊！你姐这几天可想你了。女月，你知道你姐这次的手术，她有多危险吗？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姐这次手术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几天我是整夜的睡不着觉，我嘴上不说，我心里真是担心极了。我特别害怕，我真怕你姐从手术台上下不来。其实死对那些受着痛苦折磨的人来说是件好事儿，是种解脱。我就特希望在那种不知不觉中死去，我求之不得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大树哥，你说今天要是我就在马路上死了，是不是也挺好的？于月，你今天不是故意的吧？啊？大树哥，你觉着活着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，怎么会没意思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有希望，还有爱情的希望。我呢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眼前就一片黑暗。于月，你把这问题看得太严重了。生活其实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黑暗和残酷。对，那龙海帆是背叛了你，郑志远又想把你告上法庭，但到最后呢？最后他们不都后悔了吗？这说明他们还是有良心的。光凭这一点，你就应该看到生活还是有希望。我看不到，我真的看不到。我觉着我看到的就是自私、龌龊、卑鄙。好，我不管你。于月，但我告诉你啊，你要真想死的话，等你姐这次动完手术，你再去死。
这谁都知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！啊，你姐现在碰到她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坎儿，她最需要你们现在去回报她。我真是想不到，你们几个人怎么这么狠心，在你姐最需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几个全抛下她不管。我看你是比龙海帆、比郑志远还自私。你说这世界黑暗，你净往那黑暗的地方看。你看的都是龙海帆，看的都是郑志远，你怎么不想想你那死去的妈妈？你怎么不去看看你现在病中的姐姐？他们为你们几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付出了所有的爱心，光凭这一点，你就应该看到这生活还是有希望的呀！你哭，你还好意思哭？你这心肠那么狠，你坐着哭。我现在看你姐姐，如果你姐问雨月为什么不去看她，我就跟她说，她这个妹妹永远都不会来看她了，因为她这个妹妹太自私了。大叔哥，你别走！你拉着我干嘛？你坐那儿哭去。我再也不这样了，好吗？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这样了，大叔哥。是我不好。快去看你姐，啊！雨欣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姐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什么死活的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这雨月刚才闹点小情绪，劝劝就好了。不对，肯定出了什么事儿。雨月，你这2天没回来，到底去哪儿了？姐，你过来。姐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这些天我已经死过一回了，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事儿。真的。雨欣，没事儿了。是你啊，田丰。你干嘛呢？我在练打坐，是程林教我的。我看你不像在练打坐，有点像念紧箍咒。来，我教你一种放松的办法。其实这也是程林让我教你的。来，咱们试一试，好吗？好。咱们开始啊。好。你先慢慢的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来到了月光下的海滩，海风掠过你的面颊，吹拂着你的头发。白色的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海岸，你感觉到海的气息了吗？大叔，你坐这儿干嘛？怎么不上去呢？雨欣正担心你呢。我刚才上去过一回了。上去过？那我们怎么没看见你呢？我看见你们聊得正开心呢。哦，雨欣现在对手术还有些恐惧，程林呢让我多帮帮她，跟她说一些高兴的事儿，最好是让她能一想起来就乐的事儿。谢谢你，田丰。我已经好久没看到雨欣这么开心了。尽管我不太服气这份开心是你给她的，但我还得谢谢你。别客气，
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哎，拜拜。哎，天风，怎么了？你替雨欣垫的那手术费，我会尽早还给你的。你已经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知道了。真的，什么时候还没关系，只要雨欣的病能早点好就行了。另外，你的心能不能别那么重啊？没办法，我的心就这么重。再说，替爱人支付手术费，是我应尽的责任，但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喂，哪一位？田丰啊，我大叔啊。哦，大叔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那个雨欣有没有上你那儿找过你啊？没有啊。雨欣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，雨欣要做手术了，今天医生通知我去签那个手术通知单。等我回来以后，雨欣给我留张条，说她要出去散散心。我找了好多地方也没找着，家里也没有。你别着急，这样，咱们分头去找。好。Excuse me, I've got something important to deal with for the moment. I will have Mr. Chen, Vice Manager Director, show around our company. Sorry.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一猜你就在这儿。我看那两个小孩骑车，看得都走神了。我会骑自行车，还是你教我的呢？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了。哎，你现在还想不想骑？现在？你等。大叔，我已经找到雨欣了，我现在跟她在一起，你放心好了。大叔哥，姐到底到哪儿去了？都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，她就要做手术了，真把人急死了。大叔哥，姐回来了。
在龙华寺给你请了平安符，我相信手术一定会很成功的。雨欣，待会儿我们都在外面等你，一步都不离开，不会害怕吧？我不害怕。哎，雨欣，你还记得程琳跟你说那个笑话吗？就是说，有一个土财主特别有钱，可他目不识丁，他又不愿意让人说自己是文盲，于是呢，他就买了好多的书。哦，程琳，稍等。哦，是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！好，我马上告诉他。好。雨欣，一个好消息，程琳在苏州找着雨乐了，而且他们现在已经赶往火车站，马上就回来看你了。真的？雨乐好吗？雨乐挺好的，就是说特别想你。你好好做手术，等你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他了。走。雨乐，你到哪儿去了你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们为你很担心。好了，雨月，雨乐回来就好了，回来就好。雨乐，你姐正做手术呢，待会儿你就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大姐。来，过来坐。辛苦了，真伟大。大叔，田丰都谢我了，你不打算谢我？好，谢谢。干嘛呢？数数呢，这样时间能过得快点。那咱们俩说说话吧，这样时间也能过得快点。陈琳，你应该去陪田丰说话才对。没想到你界限分得那么清楚，我干嘛就不能跟你说说话呢？有时候界限还是画得清楚点的好。有的事情不是你想画得清楚就能画得清楚的。我听你这是话里有话呀。我想好了，如果雨欣姐的手术要是成功了的话，我会放弃田丰的。你把我给说糊涂了，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其实你明白的，大树哥，你比谁都明白，只是心里不愿意承认而已。承认什么呀？我和雨欣挺好，我爱她，她也爱我，我有什么理由要放弃？理由？我也爱田丰啊。如果要说理由的话，那就是因为我爱他，所以为了他心底的愿望，我就更会放弃他。你要放弃你就放弃，你想高尚也可以高尚，但你别盯着我和雨欣，我们俩好好的，你搅什么搅？大树哥，你别生气，真的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俩的立场特别一样，所以想给你一些忠告，知道吗？在我觉得，完美的爱情应该是两人倾心相爱的，而不是一厢情愿的。我放弃田丰，并不是因为高尚，我是觉得放弃他既能成全他，也能成全我自己。我相信，会有一份更好的爱情等着我。你也一样。陈琳啊，你别把我和你扯在一起。你和田丰的事儿我也不想知道。我和雨欣好好的，你就不用瞎操心了。这样，我们打个赌好吗？雨欣姐手术醒过来叫的第一个人的名字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，也许就是她内心深处真正爱的人。
好了，我今天说的话，你千万别生气，因为都是我的真心话。接着把答案告诉我。大夫，怎么样？这个病人的意志实在太坚强了，快7个小时了，心脏停跳了好几次，他都能挺过来，真是个奇迹啊！不过情况还可以，你们再等一会儿，他马上就会出来。啊，好，谢谢，您辛苦了。雨欣，你想说什么呀？你说话呀，雨欣。雨欣，我是田丰，你是在叫我吗？我们都在这儿。姐，你没事吧？姐，你们小声一点，病人刚做完手术，需要进监护室。要不你们都先回去吧。哦，那家属可以陪着吗？就留一个人行不行？监护室怎么能进家属呢？要出事儿谁负责啊？你已经笑了一路了，是吗？高兴呗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待会儿就知道了。那边感觉怎么样？哎，你晚上想吃点什么？随便，什么都行。好。你拿那些书干什么？我从美国带回来的资料。娱乐不是想到那儿去留学吗？他要去留学，这想法不错啊。可他怎么从来没跟我透露过呢？哎，程琳，我可提醒你啊，我刚才发现娱乐看你的眼神不对，我怀疑他在暗恋你。你这算什么话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。你可千万别把人家从一个火坑里救出来，再推到另外一个火坑里去。田丰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我难道是火坑吗？娱乐是对我挺好的，我也跟他挺谈得来的，这又怎么了？你不能把一颗心全给我，还不允许别人对我好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，程琳？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的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算我说错话了，好不好？可是我真的没有恶意嘛。对不起啊，我给你写个离职，好吗？田丰。嗯。我这次回来，想跟你谈点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我们离婚吧。你要跟我离婚，总得说出个理由吧？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？
没有，你没做错什么。你既然说不出理由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那我只好请律师了。你这是干嘛呀，程琳？你为什么做事总这么固执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做怎么向双方的父母交代？干嘛要向双方的父母交代？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我们又不是为了别人活。如果说真想有个交代的话，我们倒是应该考虑一下，怎么向自己的内心交代。交代什么？我承认这几天我是忙了点，给你打电话打少了，就因为这个要离婚吗？程琳，你是不是计较我跟雨欣的交往？你是不是不愿意我资助雨欣办这个公司？我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我想好的，如果雨欣姐手术成功的话，我就一定会成全你们。亏你还是一个学心理学的，这种事情要人成全吗？要。可是雨欣在她做手术的头一天晚上，让我答应她，不管她的手术成功还是失败，她都让我好好对你，好好对咱们的感情。我答应了。田丰，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呢？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话？你刚才都说了，这种事情是不需要别人成全的。一个做丈夫的，需要别人来提醒怎么对待自己的妻子吗？田丰，你能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你心里只爱我程琳一个人，你对雨欣姐一点那种感情都没有吗？程琳，你对我有成见。你觉得我田丰是那样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凑合过日子的人吗？也许你没有凑合，可你的内心深处满足吗？田丰，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几乎只用1/3的时间读书，用2/3的时间来追你。辛苦了好几年，我终于追到你了。可是我到现在才明白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我都不可能占据你的全部心。谁说你没占据我的心？是我太傻，想事情想得简单，可你又想得太复杂了。程琳，如果你还爱着我，就别离开我，好吗？其实，我也想趁今天这个机会，跟大家宣布件事儿。我呢和田丰已经打算正式分手了。不过我们还是朋友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还能够把我当成好朋友。如果有机会，我有空的话，还可以到你家来蹭饭。咱们自己的事儿回家说好吗？别把人家气氛搞糟了。真这么决定了？我们这样就算分开了？程琳，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么做太简单、太草率了？不这样不行吗？如果你觉得我对你不够好，或者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对，你告诉我，我改。何必要这样？田丰，你真的做的都挺好的，是我的问题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你明白吗？
我问你，你心里是不是只爱我一个人？你回避了我的问题，可我的答案已经出来了。我想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。田丰，我欣赏你是一个不会讲假话的人。既然你不能全心全意的爱我，那就不要把我硬留在你的身边，让我去找一个我会全心全意爱他，也会全心全意爱我的人，好吗？算是我求求你。我觉得你这是在钻牛角尖儿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大叔，正好我这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儿？下个星期我们公司就要成立了，田丰说想搞一个大一点的庆典，我想把咱们的婚礼和公司的庆典一块儿办了，你觉得行吗？这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啊？把亲戚朋友都叫来热闹热闹，多好啊！雨欣，刚才程琳突然提出要和田丰分手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才听他说的，他们俩过得好好的，干嘛要离婚呢？你说，会不会是程琳想成全你和田丰啊？成全我和田丰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怎么会这么想啊？雨欣，你说实话，你现在心里还爱着田丰呢吗？那天你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，好像第一个叫的名字真的是田丰啊。哎，你要是心里还喜欢他，我想我也能成全你们。大叔，你要再这样说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我和田丰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不管我做完手术出来以后叫的第一个人是谁都不重要。我现在要结婚的那个人是彭大蜀。哟，你怎么来了啊？我想你了，不能来看看你啊。怎么不能？行啊。这是朋友让给画的画，这堆得乱七八糟的。我今天和程琳去挑婚纱了，是吧？你想不想看我穿婚纱什么样啊？这肯定挺好看，想看。那等咱们结婚那天，你就能看见了。嗯。哦，我跟田丰商量好了，咱俩的婚礼就和我们公司的庆典一块儿办，你同意吗？你们公司开业好像就是这2天吧？对呀，怎么了？那来得及吗？怎么来不及啊？你同意不同意吧？嗯。别老的了，就这样定了。陈琳啊，你是说到做到，真的向田丰提出分手啊？你也是啊，说到做到，说不放弃就不放弃。哼，咱们俩的脾气有点像。今天我结婚，你有意见吗？当然没有。说实话，你和雨欣姐走到现在很不容易，我真心的祝福你们。陈琳啊，你说会不会因为我和雨欣的结婚而挽救了你和田丰的婚姻啊？怎么会呢？婚姻如果需要别人来挽救的话，那就不是我想要的了。陈琳，我忘了告诉你件事儿。什么？你上次猜对了。雨欣她醒过来，第一个名字真的叫的是田丰。我想应该是的，因为田丰也觉得是在叫他。从研究人的心理问题上讲，我也许是自信的。那你说说，我现在是什么心理？很不自信，
也许还有些害怕。你害怕你追求了那么多年的幸福，最后还是不属于你。电梯来了，我先上去。雨欣，今天是你新生活的开始，我衷心的祝福你。谢谢你，咱们都好好的干，好好的生活。干杯！姐，好了没？人家主持人都宣布新娘入席了。好了，马上就下去。你大鼠哥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到外面看看，把他叫进来。好。姐，你看你紧张的，脸上都是汗，给你补妆。好。哎，喝茶。好。这个大鼠怎么还不进来啊？他也应该修修妆，特别爱出汗。他修什么妆呀？他是男的。行吧，女官。行，漂亮。雨欣姐，哎呀，真漂亮！大家都叫你呢，该入席了。好的，走吧。嗯。姐，我找不着大鼠哥，打他的电话也关机了。刚才还看见他在外面溜达呢，怎么会找不着呢？